肾脏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。众所周知，经常喝酒对肾脏有很大伤害。其实，除了喝酒，早上有3个坏习惯也很伤肾。第一个，早上吃得太咸。很多人吃早餐的时候就喜欢吃一些咸的食物，但是这类食物含有很多盐分，如果吃太多，会给肾脏增加负担，造成肾脏损伤，增加患尿毒症的风险。第二个，早上憋尿。憋尿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如果经常憋尿，会让尿液出现回流的情况，也会伤害到肾脏健康，所以这个习惯也要改掉。第三个，早上喝水少。早上喝水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经常不喝水不利于身体排毒，也会给肾脏增加负担。时间长了，肾脏也容易出现问题。所以，如果不想尿毒症找上门，这3个坏习惯还是赶紧改掉吧。那平时要多注意养护肾脏，可以多吃点养肾食物，比如红枸杞、桑葚、山药等，有利。双脚分布很多内脏经络反射区，通过双脚我们是可以判断出肾脏的健康与否的。如果没有3种表现，说明肾脏还不错。先看脚趾甲。那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脚趾甲和手指甲一样，也是有月牙的。如果发现自己脚趾甲月牙很少或者数量很少，就可能是肾气不足了，体内缺乏营养物质，肾脏得不到滋养，这时就应该注意养肾了。再来看脚趾。小脚趾是足少肾经的源头，如果小脚趾粗壮厚实，那么这是肾气充足的表现，但如果小脚趾瘦弱，就要小心肾气不足了，也要抓紧调理。最后看脚掌纹，伸出自己的脚，看一下脚掌的纹路，如果脚掌纹很深的话，就可能是肾脏不太好了，也可能是内分泌失调引起的。肾不好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有助养肾护肾。这个动作就是扫耳搓耳。自然站立，双腿屈膝，先用左手叉腰，右手扫耳朵2次，再换右手叉腰，左手扫耳朵2次，最后再双手交叉搓拉耳垂，这样为一组，每次做50下。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，这样搓耳朵可以帮助养护肾脏。肾脏好的人睡觉时没有3种表现，若你也是，肾脏处于强盛期。表现1，没有盗汗。很多人晚上睡觉会有盗汗的情况，主要呢是因为肾脏出现问题，代谢功能受到影响，水分不能够及时的排出体外，从而出现了盗汗的情况。若你没有，肾脏还算健康。表现2，没有水肿。肾脏是维系水量平衡的，如果受损，水分滞留在体内，就会出现水肿的情况。所以呢，如果睡觉时没有水肿的情况，这是肾脏健康的表现。表现3，不起夜。正常每晚的起夜次数应该是0到2次。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有夜尿频繁的情况。但如果你处于正常状态，这也是肾脏健康的一种表现哦。生姜大家肯定都不陌生，那谁家里不放几块呢？除非你不做饭。可能在你眼里生姜只是一种调味用的，其实不仅如此哦。生姜还有很多作用呢。那生姜含有的营养物质比较多，有促进消化、温中止痛、杀菌解毒等作用。那用生姜搭配2物使用，还有很好的减脂、排便、祛湿的效果哦。生姜配蜂蜜，在喝生姜水的时候，向里面加点蜂蜜，因为呢生姜能活血化瘀，蜂蜜能润肠通便，所以经常搭配一起喝，有助缓解便秘，对减脂肪也有帮助哦。生姜配陈皮，陈皮呢能祛湿排寒、健脾养胃，生姜也有祛湿的作用。那它们搭配在一起泡水喝不仅可以去除湿气，也能够减脂通便，让大肚腩慢慢减小。很多人由于缺乏运动，吃得太油腻，使得体内淤积湿气。湿气可以说是健康的最大敌人之一了，所以祛湿很重要。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承山穴。承山穴在我们小腿后面正中，当用力点起脚尖时，小腿后侧肌肉浮起的尾端就是了。那承山穴有非常好的祛湿效果，很多人点按这里会有明显的酸痛感，这是因为体内湿气重的缘故。
那按摩时，我们可以用手点按，也可以呢用拳头敲打，每次按摩5分钟。那坚持按摩有很好的祛湿效果。还有啊，如果晚上睡觉呢出现小腿抽筋的情况，也可以按揉承山穴，能够帮助缓解抽筋的症状哦。人若想远离妇科炎症，常用2物泡水喝，活血调经，保护子宫。1. 蒲公英。蒲公英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，那最大的作用呢就是消炎，而且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。女性朋友经常用蒲公英泡水喝，可以促进子宫排毒，对保护子宫有帮助，也有预防炎症的效果。2. 玫瑰花。玫瑰花性温，味道呢有一点苦，那女人平时用它泡水喝，能促进血液循环，调理月经。对子宫排毒呢也有帮助，经常喝能够帮助保护子宫，让妇科炎症不来扰哦。所以女性朋友想要预防妇科炎症，不妨试试上面这2个方法吧。现在啊，很多人呢经常会有腰酸背痛的情况，影响着平时的生活和工作。那今天木子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改善腰疼腿酸。这个方法啊，就是用磨盘草泡水喝。磨盘草又叫做金花草，它其实是一种野草。夏天的时候呢，经常会在马路边、田野里看到，开着小黄花，很好看。其实磨盘草呢是有很好的药用价值的，它有疏风散热、消肿解毒的作用。像经常腰疼腿酸的人，就可以呢将它晒干，然后泡水喝，能帮助散瘀止痛、解毒祛风。坚持一段时间呢，能够帮助改善腰痛的情况。那除此之外呀，磨盘草对咳嗽、耳鸣也有一定的帮助。话说10人9腰疼，如果呢腰腿总疼、腰酸僵硬，就会让人觉得干啥都不得劲儿，活动呢也不灵活，给日常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方便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常用一种花泡水喝。这种花呀就是槐花，槐花每年4到5月呢开花，白白的一串，很好看，而且呢很香甜。槐花呀不仅有观赏价值，同时呢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槐花中含有多种的矿物质元素和维生素，具有祛风除湿、通经络的作用。可以将晒干的槐花放入杯子中，用沸水冲泡。每天这样喝一点，可以帮助缓解腰腿痛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清肝泻火的功效，对身体有很大。在血压高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也逐渐的向年轻人蔓延。当血压高时，经常呢会出现头晕、头痛、失眠等症状。那该怎么调节血压呢？可以试着按压手上的降压点。这个降压点呢，就是神门穴。神门穴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了。神门穴是手上阴心经上的重要穴位，在手腕上，腕掌侧横腕尺侧端，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凹陷处。那找穴位时，可以从小手指延伸下来，到手掌根部末端的凹陷处。找到之后，可以用对侧手的大拇指进行按揉，睡前按揉5分钟左右。2侧都要按到。神门穴有很好的宁心安神、补益心气的功效，经常按摩对降血压以及高血压引起的心悸、失眠都有很好的作用。高血压除了用药物和上面这个小动作外，还要注意饮食，少吃咸的食物，多喝水，多补充水分，对降血压也有一定帮助。还有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也可以预防血压升高。便秘是一种常见现象，不管男女老少都可能会出现。便秘对身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。那下面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便前按一按，对改善便秘有很大帮助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手上的通便穴商阳穴，在我们食指末节桡侧，距离指甲角0.1寸的地方。商阳穴属手阳明大肠经，按摩时我们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握住食指的2侧，揉捏3到5分钟，每天早晚各按1次，力度适中。除了按揉外，还可以用刮痧板刮拭，效果也是一样的。按摩商阳穴可以旺盛大肠经的气血，调节消化道功能，具有润肠通便的功效。经常按一按，能很好的改善便秘的情况。长期便秘的人，平时还要注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避免久坐不动，适当的释放压力，
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，还有坚持运动，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改善和预防便秘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上床上就心事重重，精神紧张，那想睡呀却睡不着，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。失眠在现在已经是常态了，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失眠呢？下面木子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按摩大鱼际。大鱼际在我们手上拇指根部下面，当伸开手时，这里有个明显的凸起，那么这里就是大鱼际了。找到之后，可以将双手大鱼际相对，然后相互的敲打，每次敲打5分钟就行。除了敲打呢，还可以搓大鱼际，直到发热为止。那这样按摩大鱼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通经活络。每天坚持敲一敲，能够促进睡眠，对缓解失眠有很好的帮助。失眠的你可以试一试哦。得啦，今天就唠这些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